這是南京軍事法庭歷史最長的一場審判，長達1個多月，80多名證人先後出庭指認。可誰也沒想到，真正壓垮谷寿夫的不是證人的控訴，而是2部黑白紀錄片。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點擊頭像進入主頁，找到上集觀看。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早在1946年10月，法庭就已經在中華門附近連續發掘了5處墳墓，掘出遇難者頭顱骸骨數千具。法醫仔細鑑定後確認，這些遺骨大多帶有遭兇殘殺害的明顯痕跡。紅十字會副會長許傳音也出庭說明了當年掩埋遇難者遗骸的經過。1947年2月6日到8日的公開審判上，檢察官當庭提出了400餘件證據，先後有80餘名南京市民出庭作證，逐一指認谷寿夫所部在南京犯下的集體屠殺28案、零散屠殺858案。金陵大學的2位美籍教授斯麥斯、貝德士也一同出庭作證。旁听席上還坐着來自英國、美國、日本的3名外籍記者。還有一件證據格外特殊，這是一本相冊，封面畫着2顆滴血的心，一把軍刀從中刺穿，中間是一個大大的尺字。相冊裡貼着16張日軍自己拍攝的暴行照片，這些照片是2名普通南京青年羅錦、吳璇冒着杀头的風險，偷偷保存了整整10年才交到法庭手上，後來被定為金字第1號證據。最致命的一擊是2部鮮血淋漓的紀錄片，一部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冒着生命危險在南京城內秘密拍下的日軍暴行影像，另一部更加諷刺，是日本軍隊自己為炫耀戰果而拍攝的從中華門到新街口一帶的屠殺現場影片。法庭當庭放映，銀幕上的畫面正是谷寿夫部隊所在防区。谷寿夫本還想嘴硬，可面對這份出自日軍自己之手的證據，他徹底說不出話，一度低頭，再也編不出新的理由。1947年3月10日午後，法庭作出终審判決。庭長石美瑜引用海牙陸戰規例、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等20多項國際法條款，一字一句念出：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處死刑。判決書末尾又補了一句：原各科處極刑，以昭炯戒。判決書認定，谷寿夫部隊在南京參與的集體屠殺達28案，零散屠殺858案，樁樁都是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證據。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被押赴南京雨花台一帶刑場執行槍決。據在場記者回憶，他故作鎮定，可面色早已灰白，雙手不住顫抖。到了刑場，他2腿發軟，幾乎無法站立，只能有憲兵架着。刑場周圍聚集了成千上萬南京市民。槍聲響起的那一刻，人群中爆發出歡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約30萬人，而谷壽夫和他的部隊只是這場苦難裡的一部分。但鐵證如山，正義不會缺席。點擊頭像進入主頁，還有更多南京審判背後的故事等您來解鎖。